对了，爹他现在还是这么热心肠吗？唉，可不是热心肠嘛。虽说现在是把他分出去了，可他还是老样子，别人找上门来，他就不忍心拒绝。这2天的水基本都是给别人了，幸好其他路过的个别村寨还能换水，不然我看他只怕成人干了都。有你大哥二哥在，也不会真的让他如何。邱之义也无奈，这人劝也劝过了，全然没有半点改变，他能怎么办呢？不过现在就算拿粮食换水也没人换了，再多的粮食别人也不肯了，毕竟这路上半点水都没有，咱们寨子已经有人把自家的牛杀了，现在人喝的水都没有了，更何况是牛，让牛带着赶路，牛还得喝水呢。这事白圆圆不说，邱之义也知道，别说邱家寨了，就是如意村也有人开始杀牛了。当然一般杀牛的人都是几家联合起来的，不然新鲜的牛肉放不住，几家分了以后还能吃顿好的。两人正说着话，身后突然传来黄明光惊慌的呼声：娘，你怎么了？邱之义闻声连忙走过去，只见黄母气息奄奄，把人放到马车上去。我没事的，之义，我没事，你这马车我不能坐。大娘，你别和我说这些境外的话，你好好休息，我看多半是天气太热了，你年纪大了，走了那么久的路，身子骨受不了是正常的。说完，他拿出装有灵泉水的水囊递给黄母，黄母接过以后喝了一口，然后就把水囊递给邱之义，再喝一口。这话一出，黄家母子顿时变红了眼眶。邱之义对他们真的是好的没话说，水囊就放在这里了，你一会儿想喝的时候顺手。大娘，你别舍不得喝，该喝还是得喝。虽然他承诺了黄家母子他会给他们2人水，但2人总觉得占了邱之义天大的便宜，每次喝水都是小小的喝一口就好。几人谈话的当口，寨里的赤脚大夫赶了上来，把完脉以后说黄母是暑气入体，浑身燥热，需要用药好好休息。一听药材，黄明光赶紧把自己的药口袋拿了出来。当初邱之义提醒他买不了粮食就买药材，他虽然不知道这药材有什么用，但邱之义告诉他的必然是有大用的，只是他没想到这第一茬就给亲娘用上了。简单的给黄母服了药以后，黄母便沉沉的睡了过去。之义，黄大哥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的。一段小插曲以后，他们又开始赶路了。邱之义看着已经被分成几段走的邱家寨人，爹他一个人在后面没事吧？哼，你别管，你爹那个老东西就那德行，他天天都走在最后，生怕咱们寨子掉一个人。你放心吧，丢不了的。邱之义想起村长被抢的事儿，可我还是有些担心，人要是被逼到绝境了，可顾不得什么恩情不恩情的。三妹，你不要多想，爹不会有事的，咱们寨子里的人还指望着爹发善心呢。不过今天爹拿粮食换水的事已经没有了，也不知道他还能想出什么法子来。直到日头正烈的时候，他们刚准备找个阴凉的地方歇一歇，没想到邱家寨的一个青年便急匆匆地跑来。不得了了，寨主被抢了，还被打了。一听这话，众人大惊，一回身才发现身后已经没有了邱家寨的人。他们虽然是一起走的，但邱家寨许多人已经没水了，自然走得极为艰难，慢慢的便落后了。他们脚程快的人只想着快点找到落脚的地方好休息，却不曾想后面竟然发生那样的事情。一听说邱正生被打了，邱家的几个儿子顿时放下马车就往后跑，就连周霆锋都拿着长剑走了过来。他虽然没说话，但目光却是看向邱之义的，像是在征求邱之义的意见。黄大哥，你和我四弟帮忙看一下我们家的马车，我和周大哥去就来。大嫂，你看好几个孩子和二嫂，千万不要乱跑，有啥事你就让问礼来告诉我们，娘也别去了。我还是去看看。那你慢些来，我们先去看看。邱家两兄弟已经到了，周霆锋和邱之义到的时候，邱家寨的人还在吵嚷着。邱正南正扯着一个人的衣领揪着打，那拳头虎虎生风，可抢东西的可不止一个人，而是邱家寨没水的10几个人。邱向北平时算是颇为文雅的一个人了，这会儿看着地上躺着满脸是血的邱正生，也怒声质问还在吵嚷的邱家寨人。
我爹掏心掏肺的对你们，你们怎么能这样呢？你们就是抢谁的也不应该抢他的，怎么还动手打他呢？邱向北，你好好问问你爹，当初是不是他跟我们保证一定会让我们活着到一个土地肥沃的地方？可现在我们都没有水了，我们都要渴死了，我们不找他找谁？他没有水，他竟然说他也没有办法了。要不是我爹，说不定你们早就死在邱家寨了，还轮得到你在这里口出恶言。那10几个人已经顾不得什么礼义廉耻了，还在嚷嚷着让邱向南他们一家为他们供水，还说要不是邱正生，他们也不会沦落到这里来生不如死。邱家寨的妇孺们只得焦急地在旁边劝，可惜没人听一句。剩下的男人们也在劝阻闹事的人，甚至有人动手时，他们也拦着替邱向南他们帮忙。邱之义和邱向北扶起地上的邱正生，邱正生痛得紧紧咬住了牙关，硬是没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周霆锋站在3人身边，冷冷地瞅着试图要靠近邱正生讨说法的人。走，先过去和娘他们会合，眼前这地正闹事呢。再则白圆圆他们在前面，都是些妇孺幼儿的，他又担心那边会出事。我来。大哥，别打了，快走，一会儿再说。邱向南心里本来就怒，这会儿打不赢，跟发了疯似的揍人。可是和他打架的那2个人都挺厉害的，他半点便宜没讨着。邱之义又近不了他的身，想把他拖走都不可能。周霆锋一回头，便见邱之义站在原地干着急。他顺着他的目光看向邱向南，被打得挺惨的，脸上已经挂彩了。周霆锋放下邱正生的胳膊，随即快步朝邱向南走过去。在众人的惊呼声中，只见周霆锋一拳一个，2拳就把邱向南打得很惨的2个人砸在地上起不来。身子不够壮实。邱向南一脸问号，只觉得周霆锋说的这话有些耳熟，想了片刻才想起，这是早上他才对周霆锋说的话。如果这就是现世报，邱向南觉得那这玩意儿怕是直接住在他家门口的。邱向北和眼睛肿的只有一条缝的邱正生定定地看着周霆锋，一下觉得邱家这半路捡来的女婿似乎还真是不错。有了周霆锋保驾护航，其他人也不敢招惹他们。刚刚周霆锋只是出了拳头，要是出的是他手里的剑的话，只怕刚刚那2人已经身首异处了。一家人会合以后，寨里的赤脚大夫就赶来给邱正生上药。上完药以后，邱家一家人便沉默地坐在一处。这下你看清楚了吧？你瞅瞅你平时帮的都是什么人，自己掏心掏肺的对他们，换来的是什么？养一只狗都比他们有情有义，我看你以后还帮不帮他们？邱正生沉默地坐着不说话，看他那耷拉着脑袋的样子，颇有几分可怜的意味。能在他这样一个平时说一不二的人身上看到这种东西，已经是十分稀奇的事了。爹，不是我说你，就咱们寨里的人大多都是好的，可也架不住有一些是狼心狗肺的阿杂玩意儿。你瞅瞅，你都帮到他们什么地步了？他们又是如何对你的？你想想，他们连你都敢打，要是咱们不给他们好处，我们一家子老老少少这么多人，有几个是他们的对手啊？生米恩，斗米仇，这些道理爹你不是不懂，你就是对咱们邱家寨的人太好了，好的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爹，你要是再这样下去，就算分家了，全家也落不到好。这次白圆圆说话，邱向南也没再吭声了，想来家里人都是赞同白圆圆他们的想法的，这换了谁不寒心呢？幸好今天发现的及时，邱正生还没出大事，要是这些人再丧心病狂一点，说不定邱正生的命都交代在这群人手里了。他们这也没下死手打吧？一听这话，邱家人不可置信地看着邱正生，怎么的？意思是他们打轻了？爹，你是人不是菩萨。邱之义听不下去了，他可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人，若是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啊？狗改不了吃屎啊！走，我们走，别管这老东西了。袁氏一吆喝，白圆圆他们也气了，真的叫了几个孩子朝前走，但从步子来看，赌气的成分也大。邱之义本来也想走的。之义啊，你也反对爹帮人吗？爹，我反对你无底线的帮人。之义啊，别人能这么说，就你不行。爹，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你还记得你4岁时生的那场病吗？邱之义一脸的茫然，虽然他有原主的记忆，但4岁时候的记忆他是真没有。
你4岁那时候，这突然全身滚烫，昏迷不醒啊！我请了远近的大夫都治不好你呀。所有来看过你的大夫都劝我，让我准备好后事。那会儿你躺在床上，就小小的一个那么好看，就算是昏迷着，只要是我碰碰你的手，你就紧紧抓住我的手啊，像是害怕我会放弃你一样。后来呀，有一个友谊路过，给了我一个方子，其中有一味药材就长在咱们那个十分陡峭凶险的山上，那草叫落魂草，是难得的奇珍异草啊。因为它长在那悬崖半山腰上，就算知道那药草名贵，也没有人去采摘。毕竟在那之前，也有些要钱不要命的人去过，那去的人都掉到那山崖里去了，非死即伤啊。后来这寨里啊，也就没有人再去采摘了，毕竟拿命换的东西，一般人也要不起呀。想要下那悬崖半山腰去采摘，就必须有一个人在上面拉绳子。那悬崖的顶又小，稍不注意啊，2个人都要掉到那悬崖下面去。你娘是妇人，身体也不行，可那会儿你的叔叔伯伯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也没有人愿意同爹一块去呀。爹又不能不救你呀。可就在爹无望的时候，咱们的寨主邱大叔却站了出来。他说他和我一块去，可是他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呐。那会儿爹一心要救你，虽然觉得不妥，但我还是拒绝不了啊。原本采摘那个落魂草的时候还挺顺利的，可是没想到邱大叔被我拉着上来的时候，突然就下起了大雨啊。那悬崖滑得很，我是死了命的往他马上拉呀。我明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可还是没有给他拉上来呀。爹是真的有用力呀。邱之义沉默地坐在原处，虽然他记不得这些事，也没有亲眼看见，可是从邱正生的叙述中，他真的能感受到当时他们的绝望和艰难。原本的爹也是要下去的，可是邱大叔他说他身子骨轻一点，容易拉一些，我这才让他下去的。那天的雨下得很大，我终于是一点一点的把邱大叔给拉动了。哎呀！邱正生的话一下就顿住了。邱之义知道那必然是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可那原本结实的绳子竟然断了，邱大叔他摔下去了。等我找到邱大叔那时候，他已经晕了过去。可是那落魂草竟然就让他放在那心窝处子，在那藏着呢。在邱之义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见过邱正生红眼眶，更别说像此时这样哽咽着却强忍着不哭出来。他见过太多人哭，原本以为自己冷硬的心肠再也不会为谁的眼泪动容了，可这会儿看着铁汉一般的邱正生流露出他内心的悲伤，邱之义也忍不住鼻酸起来。这回去之后啊，邱大叔醒来之后便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他把落魂草交到我的手里，让我拿去救你。他说他一把年纪了，已经活转了，可至于你还小啊，你还有大把日子要过呢，能拿他一条老命来换你的命，他觉得是老天爷做了亏本的买卖了。之意呀，你是没见到当时那情形啊。邱大叔他那几十岁的老娘，还有那10来岁的孩子，气洋洋的哭成那一团的样子，爹觉得这心里有亏呀。邱大叔那媳妇儿也是恨透了我，觉得是我连累了邱大叔，要不是我为了救你，邱大叔也不会跟着我遭殃啊。邱大叔回光返照那时候，一家子人都安静了下来，他让他们发誓以后绝不能怨恨我。他们一家子为了让他走得安心都答应了。邱大叔最后说他还有一件事放不下，要托付给我。他说的是他的寨主为了保护寨子里人，丢了命也是应该的。他选择跟我去山里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有去无回的准备。他让我当新的寨主，他说让我答应他，只要当1天寨主，就要像我保护之意你一样。
来保护其他的寨民。他还和我说，等寨主当好了，苦了寨主，却能让一寨子的人都过上好日子。这么一算，其实划算得很。到最后啊，邱大叔都是笑着去的。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让我不要自责，如果实在是消除不了这份自责，就把我这份自责报答在其他的寨民身上。爹，邱之义忍不住上前掏出帕子给邱正生擦眼泪。他之前在心里责怪邱正生是个老圣母，为了外人不顾自己死活，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在邱正生这样的行径背后竟然藏了这样的一段故事。之义呀，爹知道你在责怪爹，全家人都在责怪爹，觉得爹不顾一家人的死活，可是爹实在是放不下呀。爹，这件事你怎么不早点说出来？这件事啊，当初邱大叔醒了，便让人不要传出去，知道的人也就不多。那会儿大家知道邱大叔是从山上摔下来的，可却是不知道他是为了我们才摔下来的，就连你娘我也没说呀。后来呀，邱大叔他老娘没多久也走了，他遗孀也改嫁到了外地去了，这邱大叔留下来的孩子也去了外地。后来听说呀，那孩子跟他后爹过日子，一天没少挨揍，日子过得很不好啊。只是爹也告诉你了，爹知道你如今已经不像原来那般不经事儿了，你以后想怎么做也都不怪你。爹把这事告诉你，只是希望你能理解爹。不过无论如何，在不伤害你自己的前提下，如果可以，爹希望你能帮一帮其他人。爹，你放心吧，我答应你，以后能帮别人的时候我一定帮，不过不是什么人我都帮的，我只帮值得帮的人。好，走吧，娘都走了好久了。两人说着朝前看去，就见袁氏一边骂骂咧咧的，却时不时回头看父女俩，且脚下的步子越迈越小。爹，你别看娘嘴上在骂你，可是心里却是心疼你的。瞅瞅这一步三回头的，也不怕扭着脖子。你娘她一直都是这样的，爹心里清楚着的。之意，你走快些，你搭理那个老东西做什么？让他自己走，他那么能耐，还怕走几步路不成？娘，爹说他心口疼，疼得不得了，连呼吸都困难呢。哎呀，老头子你咋了？你不要吓我，好好的你怎么就心口疼呢？老头子你咋了？邱之义见此，赶忙抬起脚步飞快离开。邱之义，你个破丫头，你敢诓你娘？爹没事，你们别过去，我诓娘的。你胆子也是真大，还敢诓娘？哎，你别看娘平时那细声细语的，她要是生起气，不怕大哥那么大的人了，我跟你说，她抡起扫把，一样的打。二弟，我被打你高兴什么？谁还没被娘打过？渴不渴？还真是有些渴了。邱家人见两人的动作那么亲密，气氛一下就有些奇妙。邱向南哼了哼，没说话了，但对周霆锋的态度明显变了许多，就连邱向北都对周霆锋客气了不少。看着周霆锋这些细节，他估摸着周霆锋也并没有表面上看着的那么不懂事，看来他家三妹的日子过得还是可以的。姑爷，我能不能摸一摸你的长剑啊？这不是长剑，这是秋意剑，不就是用来砍人的吗？怎么还取上名字了？要是像你这样取名，我家那10几把菜刀岂不是都要取上一天的名字？没想到周霆锋竟然是这样的，亏得他刚刚还对他有所改观呢。呸，看来还是配不上他三妹，婆婆妈妈的，没有一点男子的利索气概。霆锋，你这秋意剑作何解释啊？是有什么特别的意境吗？取秋之意的意。听前面几个字，邱之义吓了一跳，取邱之义什么鬼？邱家人一听，顿时竖起大拇指，纷纷赞叹周霆锋取名有眼光，这个名字取得好。霆锋，你这剑名字取得好，一看就是之义给你买的。三妹真幸福，霆锋妹夫就连给剑取个名字都要捎带上你，可想而知，平时他肯定是什么都听你的。两位嫂子可不要乱说，我同周大哥，
周大哥取这样的名字，大概是觉得好记吧。好啦，你就别解释了，霆锋一看就是个好男人，看你有个好归宿，我们一家子心里也高兴。几人笑闹了片刻，并开始带着孩子赶路。三妹，不是我说把咱爹分出去这事，我觉得不但没有阻止爹帮人，反而把咱们家的粮食都搭进去了，我真是越想越生气。邱志毅想起刚刚邱正生给他说的事，当即便把这背后的故事都说出来。没想到爹做这事背后竟然是这样的缘由，难怪呢。我知道大嫂你这些时日内心备受煎熬，也很辛苦。我把这件事说出来，是不想咱们一家人有隔阂，大家把话说开了，以后有困难一起面对。志毅，实不相瞒，咱们家的水只怕就够今天的了，明天我们的水就没了，这天干地旱的，能去哪里找水啊？我们这些人还好，家里的几个小孩没水了，那得多难受啊！大嫂，你相信我，我们会找到水的。我这几天做了一个梦，好像就是在这2天，我们出去找，一定可以找到水的。我做的梦很灵的，你们知道的。大家逃荒之前，邱志毅就提前告知了他们要逃荒的事，所以他们准备的东西还算多的。后面证明他们果然逃荒了，所以对邱志毅的梦，邱家人是毫不怀疑的。走过了一个山坳，走在前面的邱向南突然咦了一声，朝不远处跑过去。邱志毅也朝前走了几步，他朝不远处定睛一看，顿时吓得不轻。只见不远处躺着的正是村长一家，那地上还有不少血色。邱志毅赶忙跑过去，拿水来，还有气儿。霆锋和邱志毅也解下了水囊，开始给村长一家人喂水。邱志毅在喂水的时候，看到村长的手腕上有一条长长的口子，手腕处流了许多鲜血，而村长的儿子和孙子嘴巴上都带有血迹。开始的时候，邱志毅还以为他们这是遭人杀害了，可等他们用帕子擦干净了村长儿子和孙子嘴上的血时，他们才发现村长儿子和孙子并没有受伤。你们村长竟然割了自己的手腕，喂血给他儿子和孙子喝，割血喂子。邱志毅心下骇然，灾荒大难跟前，有人为了自己活命，可以把妻儿的命当成活命的本钱，有人却愿意拿自己的命去保护家人的命，两者都是人性啊。喝了水以后，村长的儿子和孙子没多久就醒了，村长却昏迷不醒。村长一家人看着村长被割开的手腕，一个个都红了眼。邱正生和袁氏赶上来，看着这一幕也是一脸的悲悯。见村长没醒，邱正生当即让一家子躲进旁边的山洞里休息一会儿，晚些时候再走。后面陆陆续续有邱家寨和如意村的人赶到，他们到了，看着村长和邱正生，一个个的都不敢说话。等邱家人简单的歇下来以后，邱家寨之前没有参与搞事的人便自觉站成了一团。其中一个老者满脸汗水的走上前来，对邱正生深深行了一礼。寨主，我替那帮畜生给你说声对不住，你对咱们邱家寨掏心掏肺，他们没水了竟然同你动手，简直不配为人。但寨主，我们剩下的人还是想跟着你，你放心，我们就算是渴死了也不会要你们家的水的，更不会抢你们家的水的。大伙都说了，以后要是他们谁还敢动寨主你们一家人，我们这些人就是拼了老命也不会让他们动你们的。我们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让寨主你带着我们，只有你带着我们，我们这些人才能剩下一部分活下来。我知道不是每个人都能活着走出去的，我们只是希望有一部分人能走出去。我孙子才几岁，我想让他活着。邱正生沉默着不说话，老者见他不答应，当即咚的一声跪在地上给邱正生磕头。正生，三叔求你了，邱家寨不能没有你呀。邱正生赶忙站起身扶起老者，他的目光扫过眼前邱家寨的妇孺孩子。
这次他倒是学乖了，没有一口气答应人，只是缓缓地看向邱之意。毕竟邱之意之前就说过要帮助值得帮助的人，他寻思这些人应该是值得帮助的。邱之意看着老头子看过来的询问目光，顿时哭笑不得。这个一向说一不二的老头，这回倒是知道征求大家的意见了。邱之意扫了一眼剩下的人，见除了妇孺和孩子以外，确实还有不少的青壮年。我爹当债主可以是可以，但我爹可不管保证把每个人都完好无缺的带回去，只能说尽力，但凡出了事也不准怪我爹才行。众人立马点头，不怪，我们不怪。这样邱之意才冲邱正生点了点头。要我继续当着债主也行，但是我闺女刚刚说的话你们可得记住了，还有以后谁敢动手揍我，都给我看仔细点，瞅见没有？这是我女婿，他可凶得很，我让他一剑割了你的脑袋当夜壶来用。之前还嫌弃周霆锋来着，如今却是真香。听着邱正生拿着周霆锋吓唬人，邱之意抬头揉了揉眉心，只觉得太阳穴都在突突的跳。邱家寨之前揍邱正生的人不敢靠过来，只远远地看着。邱家寨这边的人一见，顿时个个指着对面的人骂。骂得对面的人灰溜溜的。邱之意也算见识了语言的丰富性，原来骂人还有那么多创新性的词汇，真是开眼界了。邱家人也不敢做饭了，幸好之前做了还有些干饼子，全家人一人一口拿来就吃，把自家的水分了一些给村长家。等他们吃的差不多了，村长才悠悠转醒，看着一家人好好的，村长笑着笑着就哭了。邱正生肿着眼睛去宽慰了村长几句，两个人的心情都十分复杂，毕竟两个人的待遇差不多，谁也不比谁好。晌午太阳大得很，要是不站在树荫底下，只怕都能把人给蒸熟。萧毅和明叔还有几个家丁打扮的人也找了他们隔壁的小洞穴躲了进来。他手底下的几个家丁虽然穿着朴素，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剑，一般人自然不敢打他主意的。冯玉安他们也带了家丁，相比起来他们也算安全的。到底他们和邱家沾亲带故，这会儿冯玉安和秦蓉蓉已经换了一套土里土气的衣服从马车上下来了。冯玉安还给送来了一些消肿祛瘀的药。冯玉娇一脸怨气地扯着身上的粗麻布衣，显得十分的嫌弃。趁着这当口，邱正生开始重新布置邱家寨的青年们怎么轮手。村长也被如意村其他人的乞求软了心思，也开始重新管理起如意村的事来了。村长和邱正生从其他流民口中知道前面的山头可能有匪患，两人商议之下，还是觉得应该把剩下的力量团结起来。邱之意对这事当然是支持的，现在是内忧外患，能挡一头算一头。何月安因怀了身子，人是睡得很，一会儿就靠在洞檐的壁上睡了过去。之意，你也睡会儿，孩子我帮忙看着，一会儿我叫你。邱之意看着赵团团和邱问脸他们几个在旁边捡着小石子，他确实也困了。好，一会儿记得叫我。大抵过了半个时辰，邱之意就被白圆圆猛地推醒。之意，不好了，团团好像被你婆婆和赵家的大哥带走了。刚刚团团说她要方便，我就让温凛陪着她去了，没想到。不等白圆圆说完，邱之意便觉得心口咚咚咚的跳个不停。他目光往周围一看，周大哥呢？刚刚爹让霆锋教一教村里男人们怎么和人打斗的事，听到温凛说团团被带走了，他已经去找人了。邱之意顿时心乱如麻，还有谁可以救他的团团？都怪他太大意了，觉得有那么多人在不会有事的。萧逸，邱之意猛然看向萧逸，却见萧逸一口捂住口唇，一边正抬眼看他。萧逸他是皇子，纵然是个不受宠的，身份也非同凡响，他带的人武功肯定是不低的。公子，我那天路过你们马车的时候，听见你们需要名扬草，求求公子你救救我儿子，我这里有名扬草，我给公子你。萧逸有片刻的惊诧，不等邱之意说完，去找人救回来。他身后的人立马飞速朝前世他们刚刚出现的方向跑了过去。邱之意也顾不得其他，当即追了上去。知道团团出事了，
邱家兄弟当即也跟着跑上去，还有邱家寨的人也跟了上来。除了一些看守东西的人以外，邱之义他们都来到大道上，就听得前世叫邱之义那个贱人过来，他要是不过来，我就把这剑帚扔到这山崖底下去，保证给他摔成稀巴烂。你把团子放了，我们给你2桶水，要是你伤害了他，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周廷芳，你这个哪里来的野狗，别仗着你有几分力气就不得了，你再厉害能快得了我？我只要轻轻一用力，就能把这剑帚推下去。大婶子，这孩子也是你的亲孙子呀，你咋能这么做呢？我儿云山和那贱人成亲才在一起多久，怎么那么快就有了身子了？我看这小剑帚也不知是那贱妇和水狗合的，我才没有这样的孙子呢。这边邱之义听见前世的声音，立马就停了下来。大哥，你去帮我做一件事。他凑到邱向南耳边说了2句，邱向南顿时一脸的为难。大哥，不怪我卑鄙，他们敢动我儿子，我就不会管他们一家子的死活。再说，不这样，团团的命就很难保证。邱向南不再犹豫，当即带了几个邱家寨的青年，便朝不远处走去。邱之义的目光扫过前面的人群，他便看见萧逸身边的那几个普通人打扮的家丁已经混入人群，并且以看热闹的姿态在伺机而动。叫邱之义那个贱人滚过来，给我磕头！我要让他跪下求我，我要让他知道谁才是最厉害的那一个。他不是挺能的吗？有本事让他过来救他儿子啊！让他来，我数3下，他要是不来，我就把他儿子扔山崖下去。他不是要渴死我吗？不是要对外人好吗？1、2，别数了，我来了。秦老婆子，你恨我，你应该绑我才是。你绑团团做什么？他是你赵家的血脉，你这么做，不怕赵云山晚上来你梦里找你索命吗？你这个贱妇，你给我闭嘴！你以为我不想绑你吗？你以为我不想一刀子割了你吗？要不是你身边有个野男人在，你以为我们会放任你活着吗？邱之义知道他得给周霆锋他们争取时间，看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出手。你这么恨我做什么？当初我和云山在一起，你是放口答应了的。团团确实是云山的亲骨肉，你要是伤害了团团，赵云山在这世上唯一的血脉也没有了，你真的忍心？呸！别跟我说你这个扫把星了，要不是你，我家云山也不会死，都是你把他克死的，你这个贱人！你既然这么恨我，不如你把团团放回来，我来替团团。你当我蠢呐？这小杂碎我一脚就踢下去了，要是换了你，你和我打起来，把我也拉下去了，那岂不是便宜你了？贱妇，给我跪下，然后自己扇自己的嘴巴，好好给我反省一下你平时是怎么对我的。还有，立马给你大哥大嫂送2桶水来，少一滴都不行，否则我就把绳子扔了。给他们2桶水，我让我二哥去给你们提水，你把团团先送过来，一切都好商量。好商量？我给你商量多少回了？你给过我一点水？给我跪下！贱人，你跪不跪？邱之义紧紧地盯着前世，他却没有半点要跪下的意思。你跪不跪？不跪，我就让你儿子去死！一旁的张氏只觉得畅快极了，他们在心里恨透了邱之义，可有周霆锋在，他们也不敢对邱之义有啥想法，但他们可以逼着前世去做啊。反正前世在他们眼里也只是个累赘，没想到前世也在心里恨透了邱之义，竟然答应了要去绑赵团团，威胁邱之义。之义啊，娘就是对你平时的不孝有些生气了，不会真的伤害团团的，你就听娘的，给他跪下，再扇自己几个嘴巴，我相信娘就不生气。娘不生气了，说不定就会放了团团的。要我跪你呀，我怕你折寿。邱之义说着，并看向朝他们走来的邱向南，把他们放在山崖边上，最好动一下就让他们滚下去的地方。这话一出，众人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邱之义，你这个小贱蹄子，你
你竟然敢绑我的2个孙子！你都敢绑团团，我为什么不敢绑？再说，你这2个宝贝孙子我都绑了，你还说这些废话做什么？赵松赵水，你们不要乱动啊！爹娘这就来救你们。真是刀子不落在自己身上就不知道疼啊！你快放了我的2个孙子！你要是不放，我就把赵团团扔下去，我让你断子绝孙！你扔啊，你只管扔，扔了我也不怕，反正团团也是你们赵家的骨血，你扔下去，我看你怎么去给赵家的先人祖宗们交代。再说，你手上才1个人，我这里可是有你2个宝贝孙子，团团要是被你扔下去死了，赵松赵水也会跟着去死，这么一来拿2个换1个，不亏，我这个当娘的也算是给他报仇了。哦，还有他们2口子，反正现在是逃荒，死2个人实在是太正常不过了，到时候我让他们2口子也一道下去陪你们，让你们一家在下面团聚。你不是就只有1个儿子了吗？要是赵云海也死了，你2个宝贝孙子也死了，你才是真正的断子绝孙啊！你这是杀人！你敢！你杀了人，可是要偿命的！你们一家子都死了，谁去官府告啊？是你先绑了我儿子，就算去了官府，也是我为了保护我的儿子才失手杀人的。你前世气得不轻，当下又不敢真的把赵团团扔下去，他气愤地抬起1只脚，用力地去踩地上的赵团团。赵团团那小小的身子被前世那么一踩，小家伙吃痛，脸上露出无比痛苦的神色，却一点声音都哭不出来。邱之意心里一痛，刚刚还平静的眼眸顿时就红了。都是你那个贱皮子娘，要怪就只能怪你是从他肚子里蹦出来的，我踩死你！前世泄愤的在赵团团身上发泄着，他只顾着自己泄愤，却没有注意那胁迫的边沿已经有碎石在往下滚落了，稍不注意，前世和赵团团2个人都要滚下山崖。这会儿的前世已经被愤怒和疯癫冲昏了头脑。邱之意让自己冷静下来，一回首才发现周霆锋已经没有站在他身边了。他飞快扫视过去，见萧逸手底下的人也悄悄地尽量地靠近前世。邱之意回身从邱家寨一个男人手里拿过一把匕首，2步走到邱向南身边。秦老婆子，你好好看看你做的孽是怎么回报在你的2个宝贝孙子身上的！他喊出的声音很大又尖锐，前世疯癫的注意力才被他吸引了过来。然后他就看见邱之意把赵松赵水嘴里的破布拿了出来，猛地朝赵松赵水的背上一顿猛扎。这不是我要扎你们，是你们亲奶奶要害你们2个！奶奶，你快放了团团，我好痛啊！奶奶，你要害死我们吗？救命啊！奶奶，奶奶，我恨你，都是你连累了我们。你要是死了，我以后连纸钱都不给你烧，我让你死了也要当个穷鬼到处要饭！赵松赵水这么哭嚷着喊，前世一下就乱了心神。这2个孩子可一直都是他的心肝宝贝呀！贱人，你住手！你给我住手！你不准伤害他们！张氏和赵云海也是心痛无比，2个儿子可都是他们的心尖尖啊！这才是哪儿啊？你要是再敢踩我的团团一脚，我就把他们身上的肉一刀一刀的割下来喂狗！秦氏听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邱之意冲他晃了晃自己手里的匕首，秦氏顿时心神大乱。偏巧这时候赵松还在喊：奶奶，我求求你了，你快来救我，松儿好痛啊！秦氏顿时把手里的绳子一扔，他踉跄着就要从山崖边跑回来。而此时赵团团身上的绳子没有了前世的钳制，他小小的身子便顺势朝山崖下滚了下去。周围顿时传来了一阵惊呼声，邱之意脸色一白，却见一道人影闪过，原本往下掉落的赵团团竟然被人从下面给拖住了。周霆锋不知什么时候竟然在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已经摸到了山崖下面，他这么一手紧紧抓住山崖上面的岩石，一手却紧紧地抱住了赵团团。前世慌乱之间脚下一滑，整个人就朝山崖下摔去。萧逸底下的人早就行动了，
在钱氏甩开手里的绳子的时候，那几个家丁便一跃而起，一人在反应过来周霆锋在下面以后，当即紧紧地拉住了赵团团身上的绳子，另外2个家丁下意识便拉住了钱氏的衣裳。团团，周大哥！邱志毅来到山崖边，见2人没事，他心里才松了一口气。可那山崖窄得很，他们几个人这会儿紧挨着站在山崖边，已经不能再让其他人来帮忙了。救我！救我！快救我！钱氏大声呼救，那2个家丁正准备用力把他拉上来。2位壮士，你们家公子是让你们救出我的儿子，不是救闲杂人等。我儿子和我周大哥还在下面，你们却先救旁人，你们难道不怕你们公子责罚吗？听了邱之义的话，2位家丁互看了一眼，这放手也不是，不放也不是。小贱人，你要干什么？你快把我拉上来！钱氏不相信邱之义在众目睽睽之下会对他做什么。魏大哥，这里窄，其他人想过来帮忙也过不来，不然这样，我和你换一下，我先帮忙拉着他，你先过来把我儿子和周大哥拉上来，等他们上来了，这里也宽了，到时候再把这婆子拉起来。好，我们换位置。邱之义假模假样的拉着钱氏的袖子，要不是还有另外的1个家丁撑着，钱氏只怕已经掉下去了。你滚！你给我滚！你莫要想害我！邱之义一手拽着钱氏的袖子，一手抠着旁边的小石袄，只听得轻轻的一声响，是他放在袖子里的匕首掉了出来。婆母，你一定想你儿子了吧？你看看这悬崖多高啊，摔下去的话应该会摔成一堆烂泥的吧？快拉我上去！贱人，快拉我上去！旁边的家丁神色复杂地看着邱之义，他是自己掉下去的，他那般风动，我怕你拉不住，才会用双手去拉他，只是没有想到袖子里的匕首划到了他，他自己怕痛才松了手。姑娘说的是她自己乱动，我们拉不住，她才掉下去的。这会儿另外2个家丁已经把周霆锋拉上来，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当即便回萧逸身边复命去了。这场闹剧终于结束了。小宝今天被吓住了是不是？来，娘抱一下就好了。娘，那个杀千刀的老妖婆咋这么毒的心肠啊？幸好老天有眼，把她收了去了，我的团子受苦了。白圆圆他们赶紧给赵团团洗脸洗手，给赵团团上了药，又给她喂了点水，再加邱问脸他们几个孩子凑到她身边逗她，赵团团的精神这才好了一些。没多久，赵团团便睡了过去。志毅，把团子给我抱着吧，你先休息一会儿。你放心，这次就是他去尿尿，我也亲自跟着。邱志毅确实很累，当即点点头。虽然钱氏是死了，但现场不代表没有人看清钱氏是怎么下去的，比如他身旁的那个家丁就是知道的，毕竟是一条人命，那家丁必然会把事情告知萧逸的。邱志毅从马车里拿出一盒子名扬草，朝萧逸他们休息的地方走过去。公子，刚刚事发突然，不得已求助公子，如今我儿子已经脱离了危险，我答应公子的东西自然也该呈上来。小事一件，姑娘莫要放在心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名扬草，现在天旱，实在不易得，幸好我来的时候无意准备了一些，全当是谢礼。多谢姑娘。邱志毅刚刚回到邱家人落脚的山洞，周霆锋的目光便看了过来。周大哥，今天的事多谢了。一听这话，旁边的邱家人都愣了一下，似乎没有想到他们2个人都是夫妻了，还这么客套。小事一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那悬崖那么陡峭，你这是拿自己的命在冒险。要不是你提前趁那婆子不注意，钻到悬崖边的下面去了，哎呀，这会儿啊，哪里还有团子？霆锋啊，你这个妹夫，我今天算是打心里认了。以后有你保护志毅他们俩，我们这些做哥哥的也放心了。可不是嘛，团子的命就是你救的呀。邱志毅也打心底感激周霆锋，当然更多的是他庆幸自己当初选了周霆锋，不然今天换成其他的任何一个人，只怕……寨主，秋儿他们那些人想回寨里来和大部队一起走，他们不好意思找你说这件事，便想让我来宽宽你老人家的心。毕竟虽然他们都犯了错，但到底都是邱家人，希望寨主你能网开一面，放他们一马。他们和我保证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动手抢人，就是渴死了
也不会再动手了。再动手的话，到时候不用你说，他们自己走。一听这话，邱之义他们几个暗道不好，就邱正生那满满的圣母心，只要对方一认错，他肯定会收纳这些人的。你回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别白白做梦了，一个个既然都这么厉害，就自己谋生去吧。我邱正生当着这邱家债主，没有对不起他们一分。这些个小王八犊子竟然敢动手打我！见邱正生言辞拒绝，那人便悻悻地走开了。爹，你怎么转性了？若是换成之前，我必然是舍不得抛下那邱家寨任何一个人，可是今天不一样了。我想要是我邱家寨里的人都有那老婆子一般坏的人，那我救的还是人吗？罢了，志毅说的对，咱们要帮啊，就只帮那些值得帮的人。这些人只是长了一个人的壳子，那里边装的不是人呢，所以不管也罢。听到这番话，邱家人顿时互看一眼，难得啊，他们的债主大人竟然在团团这件事上受到了启发。还有一件事儿，爹老了，剩下的皆该你们年轻人有所作为了。从今年起，带着咱们寨子求生的事儿就交给你们兄妹几个了。一听邱正生这话，几人吓了一跳。啊爹，让我们带你干啥？我也跟着你们逃命啊！一听这话，几人顿时傻眼了，他们爹这是要躺平了。爹，那咋行啊？怎么不行？我说行那就行。邱正生这个时候把事情挑出来，确实有些，毕竟这个时候谁当这个领头人都不是好事儿。如今带队求生就是一个烫手山芋，谁接手谁知道多难。邱向北看了看自家几兄妹，邱向天还小，他是不可能担下这个烂摊子，剩下邱向南、邱之义和他。爹，你这有些不地道啊，现在这个时候谁愿意接这个烂摊子啊？邱之义也默默吐槽，别人都是坑爹，搁他们这里却反过来了，被爹坑。邱正生也觉得这时候抛个烂摊子确实有些不地道。你们不要有负担，尽力就好。要是遇到什么不值得帮或者不想帮的人，你们不帮也没什么，你们不要太担心了，爹不是也还在呢吗？不过这事儿啊，得明确个主事人来，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万事没个定音的那也不行啊。要不这样吧，向北为主，之一你帮衬着你二哥。邱正生看着邱之义的目光有些愧疚，但是他觉得他这个闺女能担大任。今天赵团团的事他是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一下觉得自家这闺女拿主意的能力比他那两个大儿子都要强。他原本想把带头的任务拿给邱之义的，但他自己也知道现在谁干这事都落不到好，基于一个当爹的责任，他只得把老二邱向北拉进来。毕竟自家儿子亏一下没啥，能顾着闺女的时候就尽量顾一下吧。寨主，我们今天该怎么走啊？还是接着休息？我也不知道。来人十分懵逼。如今咱们邱家寨能做主的人是向北，你们有事就去问他哦，也可以去问之意。寨主，你说的是真的？你去同寨子里的人好好说说，就是现在寨里是向北说了算，要是有觉得不妥当的，他们就自己选人出来当这什么寨主。这寨主爱谁当谁当去，我都委屈我儿子当了，他们就别挑了呗。后来都给我认了。来人只好去传话。邱向北拧了拧眉，当即抬眼看向自家父亲，他不明白好好的怎么邱正生就不当这寨主了呢？而且喊他当，他隐隐觉得他爹也是不放心的，就好像他真正想要中意的寨主另有其人。可邱向北又没有证据。传话的人去传了话，没一会儿就倒回来了。他们说要是寨主你坚决不当了，那我们也认向北哥这个寨主。邱正生点点头，便不再说话。所以我们接下来应该干什么？爹，你看我们今天先歇息行吗？我看这附近的草木啊，并没有我们之前走过那地方那些草木那么干，说不定这附近有水呢。再者呀，我寻思着就算是今天不歇息，咱们再多赶半天的路也到不了哪儿去啊。可我们这水啊已经很缺了，所以我觉得要不先去找水。听你的，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你现在那个是咱们邱家寨的寨主。邱向北内心是，这寨主谁爱当啊？姐，你都不帮忙拿主意啊？
这雄鹰总要亲自飞一飞这宽阔的天，才会真正成长。你和知意还有老大，你们仨自己商量去吧。二弟，我们接下来干什么呀？知意，你觉得呢？二哥，现在咱们寨子里乱糟糟的一团，谁是谁都没有一个定数。要我说，我们现在首先要解决的就是整顿寨子，把人数编成册，咱们以后不管做什么都有一个底数，这样比较好一些。之前抢爹打爹的那些人，绝对不能让他们再混淆进来，他们之前敢作乱，要是咱们再轻易把这些人弄进来，那以后他们再添乱的时候就不会再有其他的顾虑了。如果我们轻易的放他们回来，咱们寨子其他的人下次说不定也会有样学样，毕竟搞破坏是没有成本的，是不用付出任何东西的。我觉得你说的对，还有其他的吗？还有，现在路上的流民越来越多，咱们寨子必须把青壮年结合起来，一定要把轮手的班次排出来，并且谁要是有事，一定要同你提前请假，别到时候人一闷头睡觉去了，到时候谁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邱向北听到邱之义这番话，顿时有些佩服地看着邱之义，难怪他爹会让邱之义帮他，他这提议确实是好。两位，我家公子有消息要告诉两位一声。你说。我家公子接到消息说，在我们前面不远的地方随时都有土匪出没，公子说你们可能需要这个消息，所以便来同你们讲一声。一听这话，邱向北内心顿时就受到了1000点暴击，他真的觉得自己是被家里的老头给坑了。这贵公子是什么来头？怎么这样的消息他都知道了？也不知道他的消息可不可靠。这不但缺水，还有匪患，邱向北觉得这也太难了，左右为难，不是前后为难。我觉得他的消息不会有误。知夜，你怎么看？前面才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我们今天就先歇下来，然后找到水再说。没有水都等不到土匪来了，咱们自己就饿死了。解释。邱向北当即就去叫人清点人数。邱之义看着自家二哥凌乱的样子，又让周霆锋去帮忙和邱向南一起整顿村里的防卫问题。邱家把剩下的水都清点了出来，并且给剩下的没有水的寨里人送了一些水。白圆圆整个人都愁得不行，怎么老二当了寨主又学了他爹那一套了？他现在总算明白了，谁当这个寨主，谁家就要放血。有人留下编制名册，邱向北忙着忧心水的事，所以他便很快召集了人准备去找水。邱之义见此，我也去吧。他的空间既然需要帮人才能升级，那他倒不如跟着去看看，说不定能让空间升级呢。如今他们这支队伍里的坏种已经算是清除了，剩下的都是寨里忠厚老实的人家。他现在空间里的水也足够应付一段时间了，若是空间升级了，有了更多的水，那能解决的问题就更容易了。知夜，这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外面现在危险得很，你跟着大队伍的话至少安全一些啊。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向北，知夜，我也想带着人和你们一起去找水。可以。刚刚看到邱家寨的人清点人数编造册子，村子也让如意村的人照着做了。一行人按着2、3人这么一组，然后朝四周缓慢散开。他们走了2刻钟的样子。哎，这天这么干，哪里能找到水呀？那能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里等死吧？邱之义正寻思着如何把空间里的水拿出来，让他们觉得这是他找到的水源，免得被人怀疑。他一个没注意，便从荆棘丛里滑了下去，正好看见了一个大石头做成的水缸。邱之义扒开上面的一层干草，发现里面还有一点点湿湿的痕迹。邱之义大喜，看来不用走再远了，这个就是一个好点子。他当即闪进空间，把里面的水弄到水缸里，等寻思着可以够寨里的人吃个2、3天了。大哥、二哥，你们快来，我找到水了！听到邱之义这一嗓子，周霆锋率先就赶到他身边，看着水缸里的水，随即便用自己的水囊开始装起了水。你不装吗？装，我装，不装会惹人怀疑的。听到有水的消息，邱向北他们疯了一样的跑了过来。天哪，这真的是水，真的是水啊！邱向北也趁机让寨里其他人赶紧来。听到有水的消息，其他分组的人也是疯了一样往他们跟前冲。
大哥、二哥，让他们排好队，别抢，一会儿抢起来还可能把桶里的水浪费掉。为了保证每个人都能分到水，前面的人也不能把自家的水桶给装满了，一户小半桶就行了。秋香南把自家的水桶放在一边后，当即指挥着跑来的人站好队。不排队的就别想要水，排好队，我保证你们都能分到水，一家少分点，家家户户都有的。听到秋香南这么一说，众人这才没往前面拱了，但一个个还是探头探脑的看着前面，巴不得立刻就前去装水。秋向北亲自给大家装水以示公平，等他们都装完了水，水缸里也没有剩多少了。正好有几个如意村的人来，秋向北也让他们装了。出去找水的除了一两组以外，其他的人都多少分到了水。大家逃荒以来第一次找到了水，心里别提多高兴了。回去的路上，你们看，这天都这么干了，其他的草木多半都已经成为了半枯之态，可那片树木却长得那么好，不知道是什么树，竟然这么抗旱。众人顺着看去，也觉得有些惊讶，只是他们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其他的想法。邱之意看着那片树林，脑子里灵光一闪，他突然想到，在逃荒的路上，女主角就是找到了一片树林。那树林里的树，外面看着和其他的树并没有什么区别，可这种树的枝干里却能储分不少水分，这些水被用于救助流民。不过事情都到这种地步了，邱之意也没有看见女主出来。他虽然不知道这会面的事要怎么继续下去，可他知道他不能让这么多人等死。邱之意在心里已经有了计划，这会儿大家都忙着把水送回去，等把水送回去以后，他再让他二哥带着人去看看那片山林。一行人回到落脚的地方，原本等在原地的人一个个都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模样，可等他们看着家里的男人手里提着的桶有些沉的样子，他们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找到水了，我们找到水了！一大片的流民刚开始的时候是一阵欢呼，欢呼了片刻，也不知道是谁带了头，然后竟有不少妇人呜呜地哭出了声。邱之意看着齐泱泱的一群人抱头痛哭，他心里也十分不好受。有些时候想要活着就是这么艰难。如意村的人有些去晚了，没有找到水，一个个看着邱家寨的人欢呼，他们一个个求到了村长跟前。村长看着邱家的人一脸的为难，毕竟邱家已经救了他们一家人了，如今如何还能因为自己村的人去拖累邱家人呢？但村里的人没水这件事摆在明面上，没水就要渴死人呢。村长愁眉苦脸地坐在一旁，见邱之意从他跟前路过，酋长喊了一声：怎么了，村长？之意，我们村里还有好几户没有水，我的意思是，你们不是找到水了吗？我想要点水。村长莫急，这件事说不定有转机，你现在先去把没水的户叫他们准备好桶，一会儿我让人通知你，先让他们沉住气。听到邱之意这么一说，村长不由大喜。虽然邱之意说的不是很肯定，但邱之意既然这么说了，那证明这事是有章程的。邱之意随即去找了邱向北。之意，真的吗？那棵树真的能蓄水吗？咱们先去看看，先不要声张，等我们寨子的人和如意村的人把水装满了以后，咱们再声张吧。好。二哥，我们这会儿带着如意村的人一起去，你再让邱家寨的人带上水桶和砍刀，等确定了水源再说。好。邱之意又让人去通知了村长，让他们全部带上砍刀和水桶，然后一行人便出发了。之意，你看。邱之意抬眼看去，只见他们队伍的后面有一小撮人，那些人都是邱家寨和如意村清理门户的人。刚刚听到我们找到水了，这会儿见我们出来了，他们自然想跟着捡漏，不过跟着就让他们跟着吧。哼，这群叛徒，我可不想让他们有水喝。虽然我们是不管他们的死活了，但狗急了还是会咬人，只要没有动到咱们的根本利益，他们想捡漏就让他们捡一些吧。他们吭哧吭哧的走了小半个时辰，终于到了树林里。邱之意在邱向南耳边低低的说了两句，然后邱向南就拿起手中的砍刀，对准一棵树的树干砍了下去。邱向北十分有默契的把水桶接到了树干下面，这下所有人都知道邱之意他们打的是什么主意了。周围的树木都干得死的差不多了，就剩这片树林丝毫不受干旱天气的影响。
想起来这其中必定是有什么奥妙的。大家这会儿都十分紧张地看着他们，毕竟到底有没有水就看这一遭了。邱向南几刀下去，树干就已经破口了。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里面啥都没有，只有一些乳白色的浆液。这没水。大哥，你的刀口再往上面试一试，反正人都来了，也不在意多砍几刀了。邱向南用力几下，只砍了3刀，就有水液流出来。一看到有水流出来，众人顿时便欢呼开了，一个个的也不用邱向北他们指挥了，当下四下散开，冲着树干就是一顿输出。邱之意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有点没想通，女主没出现，女主的气运倒是出现了，只是被他占用了。之意，你可真是个福星。我都跟你说过啊，我做梦很准的。之意啊，看来你大嫂说的不错，咱们邱家的祖宗就是选中了要保佑你的。看来他编造的这个梦还挺好用的。让他们很惊喜的是，这些树蓄的水还挺多的。虽然这水并不像是他们平时喝的井水看着那么自然，但他们已经尝过了。这水虽然带了些涩涩的味道，但确实能解渴。这下好了，咱们寨里的人啊，再也不会缺水了。就是咱们赶路的牛马也都能好好的喝上一顿水了。可不是嘛，最近给咱们赶路的牛马因为没水喝都暴躁得很，别说咱们人了，就是他们这些牲畜也快要崩溃了。有动作快的已经接满了2桶水，他们一个个红光满面。在这群忠厚的汉子身上，邱之意已经好久没有看见他们的笑容了。村长也跟在人群里，他看见大家都找到了水了，他很庆幸他选择对了，要不是跟着邱家人，只怕他们真的会被渴死。邱向北当即让装满水的人给没装完水的人帮忙，大家现在是一个团体，一个人没水喝就会连累整个寨子。邱家的人带他们找到了水，邱向北说什么他们都是听的。等大家都装满了水之后，尾随着他们的叛徒们这才赶到，见着满地的树木，他们一下就知道水是怎么来的了。下一刻不用分说的就涌入了林中。虽然我们每家每户现在都算有了水，但这还不够，谁知道下一次的水又是什么时候呢？这样啊，我们这回赶回去，把家里剩余的水桶也带过来，实在不行啊，我们就是用饭锅也多囤一些。众人巴不得呢，从前不知道缺水的痛苦，如今他们可都尝尽了这其中的苦头。脚程快力气又大的青壮年们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抡起2桶水便朝回去的路猛走。趁天黑之前他们还得再来一趟。也不知道是谁回来说了，这次找水是邱之意的主意。大家看邱之意的目光都带着些感激和崇敬。男人们又提着水桶去搞第2回，走之前都吩咐自家的妇人给带出来的牛啊马的都喂喂水。此时此刻，萧逸看着远远近近的人都欢呼着往不远处的山林中跑。能用这个法子解决难处，确实是非常人所及。哎，可不是嘛，他这法子一出，咱们这几百号人的命都算是被他一人所救了。正好我们带来的水也吃得差不多了，我已经叫底下的人提了水桶去弄水了。那按明叔你这个说法，他这也是救了我们的命。这好像确实是。之意，你这梦做的可真准。我多希望你下一次做梦就是梦见咱们一家人找到一个富足的地方安顿下来，再也不用过这种颠沛流离的日子了。大嫂不要担心，办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咱们一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还怕过不上那样的好日子吗？也是，今天找到水了，我这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要不是怕被人惦记，我还真想做顿肉来吃。我看温林他们几个也馋得不行，刚刚纯风还偷摸着问我是不是要做肉来吃呢。如今这光景可不敢做这些招人的东西，不过我提前煎了一些肉渣放着，一会儿我拿给大嫂，等咱们开饭的时候，你把肉渣放在每个饭碗的碗底，上面用饭盖着，让孩子们吃的时候不要声张就行。我这脑子咋这么笨，走之前怎么没想到这个法子？想到能吃上带油荤的东西，两人不由得相视一笑。有了水以后，大家都开始做熟食来吃，周围时不时便有人从山上提着满满的水回来。
然后又提着空桶匆匆倒回去，就是为了多囤水。大家忙忙碌碌，却不再那么心慌。从后面追上来的其他地方的流民看着他们提回来的水，也意识到有水了，他们欢呼着直往山上冲。唉，都怪我身子骨老了，不然我也想去抢水。娘，家里的水桶都装得差不多了，你去提水放哪里啊？就是啊，娘，咱们一大家子人哪里轮得到你去提水啊？也罢，只要咱们都有水喝，就比什么都重要。自家的水桶灌满了水，又让驮东西的牛马敞开肚子喝饱了水以后，邱家的人这才没往山上跑了。咱们的水桶都装满了，可比咱们从村子里出发前装的水还要多。这一下路上省着点儿，10-20天的水是不用抽了。哎，就是啊，这树里的水除了味道不咋好以外，其他的呀没得说。邱家做好了饭，邱正生只觉得今天的饭菜格外香甜，平时都是没有菜的，能用他那几颗老牙齿把半生不熟的米嚼碎，都算是超常发挥了，更别提今天还有菜。他扒着饭碗，扒了2筷子，发现饭里有一颗肉渣，他以为眼花了，当即瞪圆了一双眼睛，确实是一颗肉渣。他下意识地往袁氏看去，却见袁氏正认真干饭，没看他。自家这老婆子平时生起气来，把他骂得跟条狗似的，但没想到他内心竟然是这么的会疼人，知道他被人锤了，竟还偷摸着的在他碗里塞肉渣。可他一个当家男人，如何能偷偷的吃？好东西不能自私，得分给子孙。团子、如雪，你俩过来。祖父，外祖父。周正生像防贼似的偷摸着给2个人一人一颗肉渣，偷偷吃啊，别让你大哥他们看见了，他们呀才是那真的土匪头子。赵团团想了想，把刚刚邱正生夹给他的肉渣给邱正生夹了回去。外祖父，我碗里有，娘说了让我们悄悄吃，也让人看见了。邱正生一下就明白是自己自作多情了。月安，你没事吧？这个儿媳妇好不容易怀上了，杀千刀的，却偏偏遇上这样的时候，真是急死人。娘，没事的，月安她就是没胃口，吃不下东西。这水有味道，再加上呀，我看他这些时日也没吃点好的，就让他吃了点那碗里的东西，可是没想到他给吐了。夫人怀了身子，前3个月总是要遭一些罪的，你这又没遇上好时候，难免要吃些苦头的，你可得忍一忍呐。二嫂，我倒是忘了这事，你喝我这个水囊里的水吧，这水没有味道。何月安冲邱之义笑了笑，接过水囊喝了一口，没想到他一口下去，竟然觉得口齿生津，他忍不住喝了第2口。之义，我多喝了一口。二嫂，水囊你留着吧，一家人不要客气。邱正生看着越聚越多的流民，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咱们明天得赶紧走，人越多越容易出乱子。抢人了，抢人了！你个狗杂碎，你竟然敢抢你爷爷！看你爷爷不打死你！老子抢的就是你，有本事你来打老子呀！你凭啥抢我？凭老子没水了！凭老子的人比你们多！听到抢人的声音，所有人顿时都紧张起来。是邱二他们。邱二就是带着那些缺水的人打他爹的头头。他们被人抢了。邱正生缓缓站起身来，下意识就要朝前走。爹，你要干啥去啊？邱正生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当老好人当惯了，有矛盾就不由自主的要去解决。没干啥呀，我就是看看邱二那龟孙子连你爹都打，我看他在外人跟前能不能也这么横。好了，大家都不要紧张，看好自己的东西，都坐下休息吧。你这个狗杂种，你给我等着！你人多是不是？看到没？那里坐着的几百号人都是我们寨子里的，你才30个人，想着个啥？你给我等着，我这就去叫人，看不把你们打的你们爹娘都不认识，你敢忽悠老子？看到没？这些都是老子打下的江山。邱二一跺脚，二话不说，直接就冲邱家寨的方向跑了过来。大伯、二伯、文叔、四爷、二狗哥，快带上你们的家伙，跟我走！
这帮狗日的还想硬欺负我们邱家人！说了半天，见没人动，其他邱家寨的人也用不善的眼神看着他。我不就是打了寨主一顿吗？你们一个个至于用这种杀人的眼神看着我吗？你们先别管之前的事了，我们先把外人对付了吧，剩下的都是我们邱家人自己的矛盾。寨主一家对我们这样好，你们竟然还打寨主，你们良心就不会痛吗？哦，你们没有良心，自然是不会痛的。既然如此，我们邱家寨的人多，你们也不多，少你们也不会有啥，你们的事儿我们不会插手的。大伯，你这话就不对了呀，我那不是没水没办法了才动手的吗？好啊，你别说了，我们是不会帮忙的。现在我们整个寨子的人都只听向北的话，以后你们可不是我们邱家寨的人，你们已经被除名了。秋儿气得要动手。秋儿，你今天要是敢动手打人，我第一个不放过你。秋儿一看这阵仗，知道和他们废话没用，他立即跑向邱向北所在的位置。向北，我有话对你说。滚！秋儿愣了一下，反应过来以后，他袖子一挽，一副想和邱向北干架的样子。怎么，你还想动手？邱家寨的人一听，顿时纷纷站起了身。之前秋儿动手打邱正生的时候，他们没有帮上忙，如今秋儿要是再和邱向北动手，他们可不能坐视不理了。寨主一家为了他们掏心掏肺，他们不愿意再寒别人的心。咋？你还想动手啊？向北现在可是我们的寨主，别说你动手，就是说话你也给我客气一些，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秋儿紧紧咬紧了牙关，拳头捏了又捏，但也知道现在不能动手，不然邱家寨的人真的不会放过他。向北，咱们这都是我们邱家寨的矛盾，可现在有外人欺负我们邱家寨的人，你作为邱家寨的寨主，不能坐视不管啊！如果真的是邱家寨的事儿，我自然不能不管，但可惜的是，你们已经被邱家寨给除名了，所以你们的死活和我们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邱家寨实在是容不下你们这样会反咬自家人的东西。你滚，不然别人不揍你，我都要揍你了。当初打老寨主，就你打得最凶。秋儿悻悻地走了。秋儿没请到人，当即被抢他们的人羞辱了一顿。对方不但把他们的水抢走了，还在他们的脸上扇了几巴掌。跟着秋儿的10来个人顿时都觉得无比憋屈，但又奈何不了人家。秋儿哥，要不然我们再去求求寨主，让他们重新接纳我们吧。是啊，秋二哥，我们这10来个人实在太少了，今天是被抢水，明天说不定身上的粮食都会被人抢光，到时候不渴死也要被饿死了。老寨主最心善了，要不然我们去求求他吧。我当时就不该对老寨主下那么重的手的。你以为你回去求他们，他们就会答应吗？但总要去求一求吧，不求的话，我们只怕以后会更难的。是啊，秋二哥，之前兄弟们跟着你一起闹事，就是因为这样能有水喝，如今寨里人人都有水喝了，我们反倒是没水喝了。早知道是这样，我们肯定不和你一起闹事。你的意思是还怪我了？有水喝的时候你咋不说呀？见秋儿真的生气了，他们剩下的人也不敢说话了，但心里都存了怨气。呀，你给你二嫂喝的水还有吗？我看你二嫂喝了你给的水之后啊，整个人的精神都好了不少，胃口也好了一些，现在啊都能吃半碗饭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这水是之前余下的，我这还有一些，你放心，二嫂喝的肯定有，你喝完再把水囊拿来装就是。师爷，坐下了啊。二哥这话就境外了。哦对了，明天我们早些出发吧，这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怕要出事。已经吩咐下去了。两人说完，目光不由朝不远处的山坡看去。即便是这会儿天都黑下来了，可那山坡上还有人点了火在接水。那片林子虽然大，但他们这么多人都去采集过了，等人越来越多，采水的人也会更多。他们这些手里有水的，到时候反而会不安全。邱之义躺在草席上，等到夜深人静，大家都睡下了，他才闪身进入空间。一进入空间，邱之义顿时就惊呆了，因为他发现之前的领土又多出了一大片没有种植的面积，
邱志毅喜滋滋的，看来今天他发现了以树采水的法子，帮忙解决了大家暂时性缺水的难题，也算是帮了人。他凑到灵水旁，就见灵水果然大了一些，当然总体还算是小，正接着的水桶快要满出来了，邱志毅就去换了今天空出来的一个大桶。他走进空间里的屋子一看，见屋子又变大了一些，他心情好了很多，当即拿了锄头开始翻土。这空间虽好，但这种田是真的要动手种啊，半点来不得假。看着越来越多的土地，邱志毅寻思，要是有一天这土地能被他按照1比1的方式放进真实的世界里，那他是不是就可以让人帮忙种了？毕竟随着空间的增大，他总不能一个人种那么多地吧。不过邱志毅觉得，就目前的这点地，他自己一个人就能种，等种不了的时候，想来空间会解锁新的技能的。邱志毅把之前买来的种子一样挑了一些种下去，又浇了水。他把白天喝空的水囊重新灌了灵泉水，带出了空间，然后才安心睡大觉。第二天一早，天都还没亮，月亮都还没有沉下去，邱家寨的人就被喊起来弄点东西吃了赶路。一行人刚刚收拾行囊准备起身，萧逸底下的家丁又来了。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就是在我们即将走的地方，有40-50个土匪埋伏在那里。二哥，就算是有土匪，咱们也得去试试。要到通州南下，只有这一条路走。再说，后面跟着的要是都是一些缺水缺粮的人，他们不见得就比土匪讲理。我们虽然妇孺孩子多，但我们的青壮年也多，40-50个还是有希望的。那我这就回去告诉大家，让他们警醒一些。还是晚点再说吧，你要是早早的说了，他们说不定心头更怕呢。好，那就晚点再说。邱向北说完，立马找来周霆锋和邱向南，开始商量对付土匪的事。他们的人刚刚走了一截路，邱儿他们又灰头土脸地赶上来求邱向北。邱向北把几个人臭骂了一顿，便不再理会。眼看着一行人一脸的悔恨，邱志毅突然有了主意，他在邱向北耳边低声说了几句，邱向北便让寨子里的人停了下来。邱儿，你们背叛了我们邱家寨，按理来说你们已经被我们给除名了，可是既然你们一心想要悔改的话，那我问你，以后要是有机会，你们愿不愿意将功赎罪？只要你们将功赎罪，到时候我们将会重新把他们纳入邱家寨的名册里。我愿意，我们愿意。希望你们说到做到。一行人就这样开始赶路。明光大哥，有消息传来，前面再走下去就会遇上土匪，可我们只有这一条道走，躲是躲不过去的。我先提前给你透露点，你到时候可得保护好大娘。好。等走了1天以后，萧逸的人再次凑了上来。两位不能再走了，再走半个时辰就会遇上土匪的。我们公子问，你们想到办法解决了没有？这还用想吗？他们要抢我们唯一的法子就是打回去啊，让他们抢不成。除了这个，你觉得还有其他法子吗？家丁无言以对，这法子想了跟没想差不多。志毅啊，你们看看，现在是不是应该让寨里的人都知道这土匪的事了？确实可以告诉他们了，现在做准备正好。然而等邱向北一说出前面有土匪这件事以后，所有人都不由被吓住了。他们现在求生都难，怎么还有土匪抢他们呢？你们不是重新想回邱家寨吗？只要你们这次让我们看到你们对寨里人的真心，我以邱家寨寨主的名义答应你，等打败了土匪，我们就让你们回来。做什么？让我们去打土匪？凭啥这样杀头流血的事情要我们去做？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就是你们唯一能回寨子的法子。你最好说话算数。自然。寨主，你们都知道前面有土匪，为啥不能早点说呢？就是啊，大不了我们绕路绕开他们就行了，何必非要去和他们硬碰硬呢？我们现在有水了，就算多走一些路也不怕的。寨主，我们绕路吧。唉，还是太年轻了，我们还是去问问老寨主的意思吧。众人在人堆里找了一阵，硬是没有找到邱正生。见邱正生真的不管寨里的事了，众人这才重新看向邱向北。我们不是不愿意绕路，而是这里到通州只有这一条道能走，我们已经不能回到我们的村子里了，倒回去的话也只是死路一条。只有到了那通州，我们才能离有水的地方更近一些。土匪只有几十个人，咱们这里精壮的男人加起来也有100-200人，
只要我们不怕他们，他们是打不过我们的。听到邱向北的话，众人心中的恐惧依旧没有消失。毕竟是土匪啊，是杀人如麻的土匪。他们这些村寨里的男人，平时和村里人红着脖子打一架，就算是了不得的事了。大家放心，我这妹夫勇猛得很，他一个呀就能打7、8个土匪，有他在，大家都不要害怕。就是土匪来了，只管把他们当成牲口来宰就是了。听到这话，再看周霆锋那凶神恶煞的样子，众人心里多少有点底了。土匪可不是讲道理的，大家一定不要对他们心软。你们对他们心软，他们是不会对你们的妻儿手软的。为了我们家人，我们这些当男人的也一定要拼了命保护好我们的亲人，这样的话才不枉为男子。见邱向北都这么说了，如今他们确实也无路可走了。众人只得开始把藏好的刀拿出来，有的还当场开始磨刀。家里有闺女的，媳妇儿还年轻的，一个个都赶紧从锅底摸了一把锅底灰糊在脸上，生怕自己家里年轻的女人到时候成了土匪的目标。就连冯玉安都从锅底摸了一把锅底灰去抹在冯玉娇身上。哥，我不要把这脏东西糊在脸上，我不要，这什么东西啊，太脏了，我宁愿让土匪抓去，也不要糊这玩意儿。住嘴！娇儿，你哥哥是为了你好，你就不要吵嚷了。土匪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东西，你可不许乱说啊。看秦蓉蓉都不帮他，冯玉娇在冯玉安的逼迫下老实的抹了锅底灰。一会儿，冯玉安又给两人找了2套破破烂烂穿身上还漏风的衣服来给2个人穿上。这下爱美如爱命的冯玉娇怎么都不肯，哭闹的声音惹人注目。邱志毅在不远处听着都觉得他聒噪得很。后面冯玉安受不了了，一巴掌扇过去，冯玉娇这才没有抱怨了。当然除了冯玉娇，还有一个和他一般矫情的就是李小婉了。这会儿见全部人都在涂抹锅底灰，葛老四让他也抹下在脸上。李小婉看着周围一张张丑到爆的脸，我不想抹，抹上去丑得很，就算是土匪来了，那么多人，他们咋可能就看到我了呢？再说了，我不是有葛大哥保护吗？我才不怕呢。抹上吧，等土匪过了再洗就是。他对李小婉也谈不上多喜欢，当初邱志毅把他甩了，他心里痛苦又不甘，偏偏李小婉在那个时候勾搭他。他一是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二也是想看看邱志毅是不是真的对他放下了，这才和李小婉勾搭上了。只是2人也没有处多久就遇上了逃荒。从前和邱志毅在一起的时候，顶多就是摸摸他的小手，从来没有越过底线做那些让人面红心跳的事。他也不知道原来和女人做那些事是那么享受的一件事。李小婉虽然是个寡妇，但她晚上那些磨人的功夫让她招架不住，这个女人让她有了一种想要保护的欲望。她正是热血当头的时候，要不是白天赶路太累，她一晚上都巴不得黏着李小婉。葛大哥，人家不想抹嘛。随你吧，不抹就不抹。哼，官会拖累人的小妖精。对于他大伯母杨如花一路以来毫不掩饰的嫌弃和排斥，李小婉已经学会装作听不见了。这边邱志毅给家里的几个孩子脸上都抹了锅底灰，他正要擦手，就看见周霆锋站他旁边欲言又止。怎么了？你自己还没抹。我这还真是把自己给忘了。他3两下给自己抹了锅底灰，一张黑黢黢的脸见他盯着自己，不用说也知道很丑。不是很丑。在看见邱志毅看过来的时候，他便一个转身走开了。果然是个大直男。虽然现在还没有土匪过来，但大家知道明天的路程说不定就要碰上土匪时，今天晚上注定是难以入眠的。邱志毅在帐篷里翻了几次身都没有睡着，要说不担心那是假的。邱家的男人虽多，但小孩子也有好几个，更别提还有袁氏和岳安2个需要照顾的。他只能期盼这一关能顺利的通过了。邱志毅正翻来覆去的时候，就看见帐篷上有一个高大的影子。你不要担心，我会保护好你们母子的。他的声音很稳，没有半点浮夸的味道，莫名让邱志毅觉得心安。后半夜他就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第二天天亮了，他们才走的。走之前，邱志毅把一把雪亮的匕首随身携带着，还往自己口袋里装了辣椒粉。
他还把辣椒粉分了一些给何月安和白圆圆。其他的妇人看见辣椒粉，也跟着有样学样，把家里的辣椒粉分给家里的老人和小孩，实在不行的时候，就对着别人的眼睛撒辣椒粉，说不定能管用呢。爷，我们要去打土匪了，爹还有娘和你那几个嫂嫂孩子，都劳烦你照顾一些。我知道你是个有主意的，但之一，若是你真的顾不过来，那也不要逞强，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也只能怪人各有命了。你记住，不要勉强自己，没有人会怪你。二哥，你就放心吧，有你们在前面顶着，不会有事的。好，我知道了。众人提心吊胆地走了半天，都没有遇上土匪，他们暗暗地松了一口气。大家走了一晌午，天太热了，他们便找了一个地方落脚，准备歇一歇，避开毒辣的日头再走。这土匪会不会看我们人多，就不敢出来抢我们了？希望是吧？肯定是土匪不敢抢咱们，不然怎么走了那么远了，都没有看见土匪的影子？会不会是天气太热了呀？这太阳大的，只要土匪还是个人，他们也怕被晒死啊。赵老汉，你说啥呢？人家土匪都当了，还怕晒太阳？众人你一句我一句的，都在讨论土匪的事儿。可邱之义并没有半点放松，因为他记得原书中确实有过这么一段和土匪打架的事。土匪是一定会来的，只是不知道是哪时候来。现在只不过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两位，我们家公子有请。萧逸的身边是没有人的，除了他的几个家丁。邱之义知道这只是明面上的，萧逸暗地里肯定还有暗卫的。公子，再走几里路就是土匪的老窝了，你们做好准备了吗？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庄稼汉，不是被逼急了，肯定是不会杀人的。这种事教肯定是教不会的，只能期盼他们看在自家妻儿的面上凶狠一点。我这里倒是有些人可以帮助你们，你们可以拿去调配。一听这话，邱之义赶忙谢过。和萧逸谈了以后，两人回去以后就开始让村寨的人做好打架的准备。如果有土匪来，他们肯定是不能退步的，因为退了一步就会被人逼着退无数步，然后走上死路。众人再不愿意，他们也得硬着头皮上。他们一行人走出几里地，邱之义盘算着他们的脚程，看着眼前的竹林，邱之义知道他们已经到了土匪的地盘。都给我打起精神来！众人应了一声，一个个下意识加快了脚步，恨不得2、3步就跑过这地段。眼看着他们就要走出小竹林了，都给我站住！众人一惊，一看到这个阵仗，就算他们之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可这会儿还是有些不禁吓，有些妇人和小孩吓得哇哇哭。大家别慌，护卫的人马站到前面来，拿好你们手里的刀。听到周霆锋的声音，刚刚慌了心神的男人们立马调整了状态，纷纷拿出砍刀对准不远处的土匪。周围尽是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土匪头子看着他们这些人竟然没有像之前那些人那般乱窜，看来这帮人还是有准备的。大当家的，咱们可不怕他们，就他们手里的鲨鱼刀能和我们的长刀比啊？土匪头子喊了几声，示意他们赶紧放下武器投降。投降是不可能投降的。土匪头子一怒之下，当即让人冲了过来。大家不要怕，咱们人多，几个人打他们一个总能打赢的。就是打不赢，全部压在他们身上，也得给他们压死。邱之义虽然担心，但他大概估算了一下，人数和之前萧逸打他的人数差不多。他们这边虽然人不如别人猛，武器也不占优势，但确实是胜在人多。要是他们的人真的拼了命的干，土匪那边绝对占不了便宜。怕就怕……快走快走，老人小孩先走，男的留下来给我打土匪。车上的东西先不要拿了，把身上的包袱带走就行了，跑命要紧。果然不出所料，那些村寨的男人在面对杀人如麻的土匪时，第一反应就是想跑，但一看到身后的老人妇孺，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上。他们手里多数是砍刀，面对土匪的长刀，顿时就显得十分被动。不过眨眼功夫，就有几个寨民被砍在地上痛苦哀嚎。
看着地上的血，这些寨民一双手都在发抖，反倒是秋儿他们几个正拿着刀同土匪砍在一起。周霆锋身先士卒，一柄长剑舞得虎虎生风，不过片刻功夫，就有2个土匪被他砍倒在地。萧逸的几个家丁也加入进来，他底下潜藏在暗处的7、8个暗哨也加入了战斗。因为萧逸的人的加入，面对凶悍的土匪，他们才显得勉强能够应付。有些寨民村民被这样的派头吓住了，也顾不得自己是个男人要顶事儿了，不少人吓得往后面跑，根本不敢和土匪对阵。2方人马打起来，整个形势乱成一片。邱之义指挥着一家老小准备往旁边的小道上跑，然而就在这时，在前面的官道上又来了一群人。分开跑，大家分开跑，朝4面8方跑。因为来的人看那装扮，正是那些土匪的帮手。娘，快走这边！大家这会儿都拼了命地朝四下散开。那土匪的帮手们没一会儿功夫就赶了过来。从周霆锋他们那里逃出来的男人一见自家的妻儿被土匪砍伤了，他们这才嘶吼着要同土匪拼命。可惜没有了团队的通力合作，他们零散的力量就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不消片刻，就有几个男子被砍在地上。娘，我跑不动了，娘。何玉安面上豆大的汗水直直往下掉，他的神色苍白，情形十分不好。可这会儿已经顾不得这些了，跑不动也要跑，春风，跑不动会没命的。白圆圆眼泪都挤出来了，她心里从来没有这么绝望过。在他们几米开外，已经有2个拿着大刀朝他们奔来的土匪了。快，我背你。大当家，二当家被他们杀了，你快过来！这一嗓子一喊，所有的土匪就不再追赶其他人了，一个个纷纷朝邱之义他们所在的山头聚拢过来。大嫂，你赶紧带着孩子们躲进山洞里，让孩子们不要出来。周霆锋几步走到他身边，他的目光飞速地在他身上扫了一圈，见他头发凌乱，但神色还算镇定，人也没有受伤。周霆锋像是松了一口气一般。你先走，我在这里拦着。邱之义看着底下已经有20、30个土匪冲他们赶过来了，你一个人怎么拦？你再厉害，你还能打得过这么多人？打不赢又如何？难不成你想和我死在一起吗？可是我想活，我想好好的活。好，我保证你一定会活着的。邱之义有些诧异，但下一刻周霆锋已经拿起手中的弓箭，对着朝他们而来的土匪接连射出箭矢。周霆锋的箭似有3中，很快就倒下了4、5个土匪。没劲了。你别怕，先躲到石头后面，你大哥他们也快上来了，我顶一会儿就行。你……邱之义虽然从一开始就是图的他的武力值，可这会儿见他一个人要面对这么多的土匪，他顿时便有些迈不开腿。不过他并没有耽搁太久，一转身就跑到石头后面去躲着了。给我杀了那小子，就是他杀了二当家的。周霆锋接着地理优势，飞快地砍倒了2个。邱之义躲在石头后面，整个人无比紧张。臭娘们儿，你躲在这里就能逃掉了？一个土匪不知什么时候站了出来，邱之义吓了一跳，趁土匪不注意，一把将自己手里捏紧的辣椒粉就朝土匪的眼睛上扔了过去。邱之义趁机想跑，却被土匪一把拽住了。臭娘们儿，你敢暗算！邱之义挣脱不得，突然就想起周霆锋之前教过他的那几个简单的招式，他正要使出来，却听得扑哧一声，跟前的土匪倒在了地上。黄大哥，之义，娘叫我来保护你。邱之义缓了一口气，见底下的土匪还没死透，他拿起自己身上的匕首，对着土匪的脖子一刀就割了下去。周霆锋那边的土匪全部围着他打，邱之义看见周霆锋身上已经割开了几个口子，他顿时有些着急。霆锋，我们来了！正在这时，邱向北、邱向南2人带着邱二他们又杀了过来。
别说，这帮子热血青年这会儿已经杀红了眼，还真是不怕土匪。土匪的几个小头目被杀的杀，伤的伤，这会儿士气大减。一群人和周霆锋一个人打，一时半会儿都难以取胜，他们自然越打越没有底气。周霆锋手中的长剑舞得十分流利，之前还怕土匪的人，这会儿见自己的亲人或死或伤，如今悲从中来，竟也生出了胆气，一个个抡着刀子同土匪们玩命地砍在一起。这么一来，刚刚还占优势的土匪一时之间就被打得连连后退。土匪头子没法，只能喊退，一行人飞速朝林中散去。周霆锋他们也没有打算追，毕竟如今他们的人也伤亡惨重。可土匪从他们这边逃走以后，却往另一个方向而去，而他们选择的方向正是葛老四他们一行人刚刚逃命的方向。随后邱之义看见那些个土匪本来都要走的，其中一个土匪指着葛老四身边的李小婉说着什么，然后那一群土匪立马提着刀就倒了回来。葛老四的大伯吓得连滚带爬的就跑了，连妻儿都顾不上了。葛老四的大伯母一手牵着自己的2个孙子，他儿媳妇和儿子一人抱了一个就跑，还剩下家里的一个小孙女没人抱，几岁的小女孩哇哇大哭。葛老四，是我们把你养大的，你抱小花跑，你要报答我们，不然你就是畜生。葛老四一手抱着李小婉的儿子，这会儿又一手抱着小花，整个人还卖力地朝前跑着。土匪的打杀声就在背后，他脚步如飞，带着2个孩子朝四下奔去。李小婉追赶之际摔进了荆棘丛，她惊恐地叫着葛老四，可葛老四已经跑远了。葛大哥，葛老四，救我，救我！可惜已经来不及了，追上来的土匪狞笑着把他从荆棘丛里拖出来，然后一行人飞快地消失在竹林背后。邱之义看得头皮发麻，整个人下意识地抖了一下，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涌上来，让他心里生出了深深的恐惧，就好像他也曾经经历过一般。李小婉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落在一群残暴的土匪手里，可想而知到底会发生什么。众人都没有说话，好一会儿，我们这次算是惨胜了，就算知道土匪拖走了他，我们也不可能为了他一个人去招惹土匪啊。唉，可惜了这么漂亮的女人，倒真是便宜了这帮畜生。邱之也知道这种事全然看命，也没什么可说的。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命运是自己的选择，也是运气的选择。比如遇上土匪是李小婉运气不好，可不愿意给自己的脸涂抹锅底灰，那就是她自己的选择了。看见土匪走了，袁氏他们才颤颤巍巍地从山洞里走出来。官道上躺着有土匪的尸体，也有流民的尸体，还有很多受伤了躺在血泊里的人。邱正生的手臂也被砍了一刀，他简单的包扎了以后，就开始组织人救助地上的伤员。邱向北和邱向南也帮忙开始救人，白圆圆则开始把自家的东西重新清点捆起来。袁氏流着泪坐在一旁，守着自己的几个孙子。村里的赤脚大夫看着满地的伤员，谁家有止血的药啊？有没有灵草根、火红花？这些人逃荒哪里会想到带药啊？这些全是治疗伤口的药，你自己看着用。药！邱之义赶忙过去，就看见黄明光从一个斜坡上把黄母用力的往上拉。邱之义二话不说，当即帮忙，好不容易把黄母拉上来。黄明光朝黄母的鼻子处试了一下，没气了。之义，怎么办啊？我娘她是不是死了？我不要她死啊！黄明光输得红了眼，他们孤儿寡妇相依相偎的，如今他娘走了，就只剩下他一个人在这世上。我娘她身上还是温的。你让开！黄明光立马让开，他就看见邱之义双手叠在一起，开始在他娘心口处用力按，一下一下的，动作还很快。之义，你这是做什么？黄大哥，看我怎么压他，记住这个动作和这个速度。黄明光对邱之义一向都有一股莫名其妙的信任感，这会儿听到邱之义这么一说，他知道邱之义这么做必然有他的想法的。他当即认真地观察邱之义的动作和向下压的速度。邱之义按压了一会儿，只觉得一双手已经使不上力了。黄大哥，快接上！
黄明光赶紧照着他的动作和速度按了上去，两人奇怪的动作一下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好啊，人都死了，你们就不要再搓磨老二了。对他来说，这么去了说不定还是好事一件呢。这日子过得这么苦，活着也不一定是享福啊。对呀，老人都已经走了，你们就不要再让他在地下不安了吧。黄明光不管不顾地按着，他相信他娘一定可以活过来的。邱之义看着黄母，要是黄母刚刚去世，他们这么做心脏复苏还是有可能救活黄母的。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可黄母还是没有反应，这下连邱之义都放弃了。可黄明光还是不肯罢休，终于在他双手都颤抖着再按不下去的时候，他整个人无力地倒在了地上。娘！众人叹气，正要帮忙把黄母抬到一旁的石头上放好的时候，却听得一道微弱的声音：光儿，明光。抬眼就看见黄明光满脸的泪水。别担心，娘没事。之义，我娘醒了，谢谢你。我就知道大娘舍不得抛下你的。娘可机灵了，见跑不过那群杀千刀的，娘就躺地上装死，只是没想到这群狗日的从我身上就踩过去了，这才差点把娘踩死了。看着黄母的样子，邱之义哭笑不得。邱之义微微侧手，就看见不远处的葛老四呆呆地站在原地，李小婉的儿子跪坐在地上吵着要娘，可没人在意他，也没人搭理他。虽然他和李小婉没有多少交情，可论起来，李小婉也不是什么大凶大恶的人，毕竟他的儿子还这么小，就要承受这些痛苦。杨如花和葛老四的大伯葛正东带着一家老小，这会儿才从之前逃跑的山头上下来。都是你这个扫把星，好好的非要招惹一个丧门星，害得我们家一家老小差点就死在土匪刀下，当了鬼。都是你，都是你！你是什么东西啊？你也想要女人？你也不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命？早知道当初就让你饿死算了。呸！真是晦气，差点连累我们一家人。终于，葛老四抬起眼来，一双眼睛燃起熊熊恨意。葛正东、杨如花，是你们拿养我的恩情来威胁我，不然我不会不管小婉的。小婉她这会儿已经被土匪抓去了，我为了你们害了小婉，你们居然还来指责我，我算是看明白了，在你们眼里，我就是你们家里的一个佣工，一个免费的劳力。你们说你们把我养大，给了我命，可要不是我家里的土地，你们还会养我们吗？从今以后，葛正东，我同你们没有关系了，以后你们一家人都和我没有关系了。葛老四歇斯底里地吼着，杨如花也被吓了一跳，她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葛老四跟他们发脾气呢，更何况还是这么凶的样子。葛老四抱起李小婉的儿子，一下一下地哄着，可是哄着哄着，小孩子被他哄了不哭了，他自己却哭起来。之意啊，之意，我知道你当初为什么不选我了，我都知道了，原来你不选择我是对的。在这一刻，面对从前刻骨铭心喜欢过的人，葛老四痛苦又释怀。之意，大嫂，怎么了？刚刚我看见妹夫手臂和后背上都有血渗出来，这会儿紧缺大夫，他自己一个人在石头上面坐着呢。哎呀，我刚刚不是让大夫先给他看吗？他这是把位置让给别人去了。想想周霆锋那性子，说不定还真有可能。他赶忙朝周霆锋坐的那块青石而去。周大哥，你不是让你先看大夫的吗？你怎么还坐着？无事，他们都是中了要害的，他们早些得到救治，说不定还能活命，我这左右也死不了。你先别说了，我给你先上点止血的药吧，后面等大夫来了再看上什么药。你不懂药理，还是不用了吧。周霆锋拒绝，他越是这么说，邱之义越是放心不下。先不说两个人相处这些时日多少是有感情的，就说周霆锋的存在对他的意义，那简直是不能再重要了。周大哥，我虽然不懂药理，可是我买药的时候已经提问过了店主，知道手里的药有什么作用。邱之义看着他后背上的刀口处有一块肉像是被削掉了，
周围的肉翻出来，十分的恐怖吓人。别说衣服了，就是那刀口以下，整个背都是血流的痕迹。邱之意只觉得眼角一红，他知道他多少都会带点伤口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他身上的伤口竟然这么的大。可他面上根本看不出他受了那么重的伤，整个人反而和平时一样云淡风轻的。雪儿不哭，爹不痛。爹是为了哄我才说不痛的，我知道的，爹其实痛得很。那闺女亲一下爹，爹就真的不痛了。真的吗？真的。小女孩真的凑到男人的脸上，轻轻地亲了男人一口。爹，现在好一点了吗？好多了，已经感受不到什么痛了。邱之意找到了药瓶，赶紧给周霆锋上药。你忍一下，可能会有些痛。邱之意用水擦拭了周围的血痕，又用酒给消了毒。酒是他之前买好的，只是没有全部拿出来。之前他偷偷拿了一点出来，没想到这会儿都派上用场了。酒精流过他的伤口，他看见周霆锋虽然没有发出半点声音，但身体却不由自主地颤抖了几下，可见他这会儿是在极力隐忍着痛楚。周大哥，你要是觉得痛，你就哼出声来吧。没事，我还能忍。之意姐姐，你牵一下这个哥哥，他就不痛了。邱之意上药的手抖了抖，周霆锋的身子也顿时一僵，两人下意识看向对方。邱之意又飞快地移开了视线。谢谢小玉的建议，不过姐姐这会儿还是先上药比较好。之意姐姐，刚刚我爹就是被我亲了一下，然后就不痛了的。你看这个哥哥，他汗水都痛出来了。之意姐姐，你就亲他一下吧，亲一下他就不那么痛了。爹，我说的对不对？对，小玉说的对。邱之意不舍拆穿人家父女深情的温馨谎言，但亲周霆锋，他下不去那个嘴，估计周霆锋也不是那么随便的人。那个姐姐一会儿忙完再亲。邱之意赶忙把注意力收回来，再不敢朝其他地方乱看一眼。周霆锋听到他的话以后，明知道他这是敷衍小女孩的话，但他心里竟有些期待起来。哥哥，你痛吗？经过你这么一提醒，我又认真地感受了一下，还真是痛得很呐。邱之意愣住了，连带上药的动作都顿住了。不是，周霆锋他刚刚不是说只有一点痛吗？怎么这会儿的感受就变成了痛得很？等他回味过周霆锋问小玉话里背后的意思时，他耳根顿时便烧起来。周霆锋看着他泛红的侧颜，之意，我逗小玉的，你莫要当真。邱之意想说他并没有当真，但这会儿他还是选择了沉默。给周霆锋换了药以后，邱之意又给他找来了干净的衣服。他穿好衣服后，又拿了干净的水和饼子在他身旁，然后才逃也似的跑开。之意可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细心体贴又好看，你真是有福气啊。是挺有福气的。若是真的，那自然是有的，可谁让他们只是假夫妻呢？邱站主，之意啊，求求你们了，小婉她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她落到那土匪手里，要是我们不去救她的话，她该怎么办呀？她如今只怕已经让他们给糟蹋了。可是我不想连她的命都保不下来，她要是死了的话，她的孩子就没了娘了。她一个女人，这些年已经吃了太多的苦了。葛老四，你别逼向北，这件事儿你们自己犯蠢。那李小婉明知道自己长了几分姿色，全村的女人都知道给自己脸上抹锅底灰，就她不抹，还敢露出一张脸来。那土匪明明都已经准备跑了，最后看见她才倒回来的。她是命苦，但她说到底也是自作孽，怪不得别人。葛老四提起这事，越发觉得自己过去做的事太过愚蠢了。当初他就该拦着李小婉不干这蠢事的。不是我们不肯去救人呢，只是你要自己看一下呀。
能从那土匪手底下活下来啊，都已经是万幸了，谁还愿意去招惹土匪啊？难道你要我们为了一个人再去拿其他人的命去做赌注是吗？葛老四顿时便僵在原地，说不出话来。唉，现在只能祈求那些个土匪能给他留一条命吧。志毅，你有什么话想说的？这件事只能听天由命了。二哥说的对，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去害大家的命。再说，就算我们有心去救，也得有那个实力才行。如今土匪好不容易退了，只怕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同我们一起去救人。说不定到时候人没救上来，还得再折人进去呢。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件事便算是一锤定音了。村长摇了摇头便走开了，他手里还有很多事要处理呢，实在也没有多少精力在一个人身上折腾。你这会儿就算有再多的愧疚也无事于补，与其如此，倒不如好好把李小婉的孩子照顾好，这才是对他最好的弥补方式。对了，你一个人去救这种事情，我劝你最好不要再有这样的打算。你要是死了，李小婉的儿子在这吃人的逃荒路上必死无疑。这边邱向北已经开始让寨里人拾掇东西，把伤员抬到板车上，准备出发了。这里离土匪窝子近，虽然现在土匪退了，但早早的离开这危险的地方才是最重要的。秋儿他们10来个人这次没有食言，同土匪们开战的时候，他们也算是尽力了。他们中的人甚至有2个死在了土匪的刀下，就连秋儿的胳膊都被砍了一大块肉下来。总之，他们为了能重新被邱家寨人接纳，也算是付出惨痛的代价。邱向北也不含糊，当着全寨人的面，当即把秋儿他们几个人的名字加在了邱家寨的名册上。怕土匪半路折返，众人草草地收拾了一番以后，喝了点水就急匆匆地赶路了。至少把这危险的一段走过才是最重要的。大多数人甚至连口粮都没有吃一口，就不停地赶路。如此又走了1个多时辰，邱向北他们见大多数人都一副摇摇欲坠的样子，再不休息只怕要出事，更何况还有不少伤员。没办法，他们只能找一个稍微安全的地方落脚。一停下来，大家又忙开了。邱志如今和邱向北一起在解决寨里的各种麻烦，做饭的事自然落到白圆圆身上。邱志把自己马车里的粮食拿了一些给白圆圆，当然倒不是邱志非要跟着邱向北跑前跑后的，只是邱向北已经养成了凡事都要和他商量的习惯了，大事小事总要习惯性的问他一嘴。经过了土匪和找水的事情以后，邱家寨的人都很信任邱向北，所以一般邱向北做的安排他们都还是相信的。等把寨子里的事情都安排得差不多了，邱向北又连忙去找周霆锋商量夜间巡防的事情，他怕土匪趁夜偷袭他们。见他们2个凑在一起，邱志也知道自己对这些不专业，他便准备去看看小团团。你是什么东西？你凭啥吃我家的粮食？你都吃了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以为老娘还要养着你们吗？你倒是好，自己吃也就算了，如今甩掉一个女人，还要替别人养儿子，你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你不是说当初我们养你是为了你家的土地和房子吗？行啊，现在都还给你，你倒是回去种地啊。葛老四，你就是贱，找女人都只能找2手破鞋，现在破鞋被人抢了，别人留下的儿子和你8个字打不着关系，你还要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帮人养，你真是贱呐！邱志一听得皱起了眉头，有些人的劣根性，即便是再大的苦难都换不起他们半点的善意。可杨如花一次次恶毒的话语，一句句的骂他贱，葛老四终究是忍不住了，突然一个箭步上前，2拳就砸在了杨如花的脸上。杨如花一声惨叫，当即和葛老四扭打在了一起。村长正帮忙处理伤员，这会儿禁止葛家的闹剧，他拧着眉头走到骂骂咧咧的葛正东跟前。葛正东，老四是个老实孩子，你当年有没有占人便宜，全村的人都看着的，没人是瞎眼汉。如今这李小婉既然跟了老四，虽说他现在下落不明，但他留下的孩子老四应该照顾。还有你家这婆娘，嗓门属他最大，要我说
下次真有土匪来，倒不如把他丢给土匪。我看他这么厉害，赶跑土匪的事儿，干脆就交给他好了。见村长严肃着一张脸，不像是说笑的样子，杨如花顿时放开了和葛老四拉扯的衣服。村长，这话可不能乱说啊，那可是土匪。把你家的粮食分一些给老四，全当是分家了，别回头再吵吵嚷嚷的，老子让你们一个个好看。见村长动怒了，葛正东也不敢再闹事了。要是真的被赶出了村子，那就和没了命差不多了。站着做什么？还不分点粮食给他？白云云手脚快，没一会儿就把一家人吃的饭煮好了。周霆锋的手不方便，邱向南还体贴的给他弄了一个勺子，这么一来，他倒是可以自力更生。自打见识了周霆锋的厉害以后，邱向南对周霆锋那叫一个喜欢，看着周霆锋的时候，一双眼睛都亮亮的。还能吃吗？志毅，你不用担心，刚刚我看妹夫还用一只手给你搭帐篷呢。闻语，邱志毅不由愣了一下，他忙起来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亏得周霆锋受了伤还惦记给他搭帐篷这事，还是妹夫体贴人呐。霆锋确实是个好男人。这霆锋的手受伤了，第二个帐篷就不用搭了吧？我看你搭的那个帐篷呀，也够宽了，你们一家3口睡在一起啊，也是够的。哎，我看你的手臂又有血渗出来了，你最近啊，还是先养好伤再说吧。没关系的，伤口裂开就再包扎一次，不是什么大惊的事儿。一听这话，没等邱志毅开口，邱家人一家子就齐齐地反驳了周霆锋这种不把自己的身体当一回事的自轻自贱的行为。开玩笑，今天他们一家子能活下来，全靠周霆锋一个人横刀立马拦住了土匪。先不说周霆锋对他们的恩情有多大，就从安全感这方面来说，只要周霆锋好好的，他们心里都要安心点。一家子七七八八的说了一堆，周霆锋啥也没说了。袁氏都有些急了，他对邱志毅：志毅，你倒是劝劝霆锋啊，我听说他伤得可不轻，伤口要是裂开了，人遭罪了不说，伤口还得再重新长拢。周大哥，我大哥说的对，你刚刚搭的帐篷够宽的了，你也别搭了，今晚挤挤睡吧。